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戴伟山发言人、尹乃菁小姐、林玉芳委员、张世刚议员、陈志涵主任。好，那川普最近还是占据全世界的这个重要的新闻哈。川普跟泽伦斯基现在互骂泽伦斯基呢说川普呢活在假消息的空间里面那川普就很生气，什么假消息？我都真消息，千真万确。什么是我讲的什么假消息？说你泽伦斯基，你是一个独裁者，想捞美国的油水而且呢，你根本不合法，你凭什么这个宣布戒严，然后继续干？那另外呢，这个泽伦斯基见川普的特使会后的记者会还取消了。川普现在最近，他跟这个他的国务卿跟俄罗斯外长这个在见面之后，他也派了一个特使到乌克兰。第二天，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对泽伦斯基很失望，白宫官员说他必须要深深感谢美国，但是他不愿意抓住机会。就是你泽伦斯基，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美国给你多少钱啊？对，川普说我给你3000亿美金，那后来又说是呢，这个美国给了800亿美金，结果呢到了乌克兰只有一半，其他钱到哪里去了？所以呢，你只是想趁机捞油水嘛，那另外呢，川普说泽伦斯基是在忙着在睡觉，这讲话很难听了而且呢，对美国财政部长怠慢，因为他派财政部长去大概要签署什么那个稀土啊，什么多少属于美国，泽伦斯基不签那外媒也说呢有照片为证并没有在睡觉，你看都有照片有接见怎么没有接见呢那另外呢，这个国安顾问也说，你不要骂川普，你乌克兰骂川普是没用的，你越骂他就会改变，你越骂他越不会改变那另外呢，美国呢也不传出来是不签联合国的决议要挺乌克兰，而且呢，美国反对 G7 谴责俄罗斯侵略，反正统统反对了。你们以前拜登答应时，我统统反对了那另外呢，《经济学人》说呢，川普想弄掉泽伦斯基。所以俄罗斯的噩梦还在后头那《纽约时报》说，川普正在颠倒黑白，改写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战争的历史那另外呢，川普呢这个说要把被人家鄙视的泽伦斯基是对的因为泽伦斯基受到乌克兰全民唾弃，民调支持只剩下4%他不敢选总统，所以只好继续搞他的戒严反正呢，这个他们现在看起来这个关系非常不好，已经交恶。但是乌克兰麻烦的是，没有美国支持，你这样打不下去欧盟也是这个各怀鬼胎，很多国家都世仇的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欧盟，其实里面一个北约还是靠美国在支撑。那美国现在不支撑了，那欧盟怎么办那欧盟能够撑得下去吗？我们看一下。A dictator without elections. Zelensky better move fast, or he's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left. 川普连续2周派人到基辅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回来的是美国乌克兰大使克洛格。本来有会后记者会，不明原因取消了。泽伦斯基暗示愿意跟川普来谈。Генерал Келох, зустріч, яка відновлює надію, нам потрібні сильні угоди з Америкою, угоди, які справді спрацюють. Я доручив працювати швидко і дуже виважено. 先前还骂川普活在假消息里的泽伦斯基态度明显软化了。美国要的稀土矿，川普会不断提醒泽伦斯基该点头了吧 Essentially, they told him no, and Zelensky was sleeping.And unavailable to meet any hours on the train, which is a dangerous trip. 川普说，上周派财政部长贝森特去基辅，泽伦斯基只顾着睡觉，没有签稀土矿协议。但调出画面一看，翘着2郎腿的贝森特明明就见到了泽伦斯基，但是形势比人强，泽伦斯基一定知道争辩口舌是非没有意义，要不要接受川普交易才是真的。Look, President Trump is.Obviously very frustrated right now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the fact that he hasn't come to the table. Et donc ce que je vais faire, c'est je vais lui dire, au fond, tu peux pas être faible face au président Poutine. 下周，法国总统马克宏、英国首相施凯尔要一起访问华府见川普，表达挺乌的立场，希望川普支持英法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嚇阻俄罗斯未来的扩张。老师怎么看川普？我觉得川普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而且是一个穿西装
的黑帮。但是呢，他同时又是世界第1大强国的总统，而且刚刚选的很不错，当选了，所以他现在眼中没有他不可以干的事情。他讲过，只要是爱国就没有违法啊，所以那他当然是爱国的，所以他没有犯法的事情。但是你晓得，他敬佩谁？他打不过的，没有办法打，而且打了他有伤的。不管他好坏，不管他是非，他都佩服，所以他佩服普丁，他佩服习近平，他甚至赞美金小胖，但是他没有说过好坏半句话有关赖清德。这个赖清德你要小心，他都不提你的名字的时候啊，你就好自为之，要小心啊。知道赖清德吗？这个前途，我觉得不提还好，提了才糟了。这个前途未卜啊，但是呢，他现在集中火力，这2-3天集中火力，就是非常尽全力的在诋毁这个泽连斯基，就是我要跟你决裂了。所以呢，将来我出卖了你，没有人会骂我，因为你就是这么糟糕嘛。所以这种人非常可怕。所以我现在觉得全世界所有他以前美国的盟邦里头啊，只有2个国家不敢惹他，一个是大韩民国，一个是我们台湾。因为我们2个是有道理啊，我们不是因为特别骨头松软没有骨气，是因为我们大敌当前啊，都是这个大韩民国除了老共以外，还有金小胖。但是乌克兰大敌当前呢，他不理就不理。不，乌克兰的历史跟台湾的历史是不一样啊。乌克兰毕竟以前是苏联的一份子它里头也有很多斯拉夫民族，而且它跟苏俄的关系其实千丝万缕，所以这个乌克兰我觉得已经渐渐几乎是美国的弃子，已经是弃子了。那是不是棋子呢？我想也是就是川普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奈何我不得。所以回头看，很多人自以为是专家的，就说台湾你小心了，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台湾也会变成美国的弃子或者是棋子。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台湾不可能成弃子，台湾当然是导向美国，这个大概毫无疑问的。不过理论上讲，台湾不管导向谁，谁都很爱他。你知道吗？他一旦导向那个人，那个人就很爱他；他导向那个人也爱他。就台湾就是无人不爱嘛。你看，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做谁的情人，你的身份地位最可贵了，因为没有人敢放弃你。那台湾是不是棋子呢？有一点要像棋子，但是全看你的座位。我会做一个棋子不要让人家被赶来赶去。第一，你这个棋子要有分量，很重。你就推不动，就是好像那个佛家的故事，你抱着那个和尚的那个嘎塞，一路往南方逃，你一直追到，我不回家，你退5分数退给搬不动，搬不动，很重所以分量要重。第二点呢，定位跟方向要精准。第三呢，就是你的一动一的举止一动一静敌方看在眼里，奈何你不得，而且心中自然的产生敬意。这一点我觉得台积电做得不错。我跟大家对台积电看法也不一样，台积电非常沉着。你说呢？我就按部就班，进步，3奈米、2奈米、1奈米都无所谓，我在进步。然后你说 Intel， 他就看着 Intel 完蛋了，然后那个台积电你说哪有？如果 Intel 真的一半要交给台积电的话，Intel 自己里头人都反对死了那台积电呢就说 OK，let me see，I try my best 然后你看，川普说你说到做到啊，然后有我有在做，因为如果 Intel 川普已经决定说由你台积电来，这个权就操之在我了嘛，你奈何我不得所以以我们台湾的 case， 你为了不做人家的弃子没有问题，不做人家的棋子很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企业以政府为靠山，在台湾呢不是，政府要看企业为表率，要学企业，好吧？所以这个川普这样骂这个乌克兰俄国都很惊讶，说美国突然一时间就变了俄国是应该惊讶，全世界都很惊讶了那另外呢，王毅也跟俄罗斯那个外长拉斯罗夫呢见面了，在 Johannesburg 约翰尼斯堡，他们出席20国 G20 的这个外长会议见面了，而且讨论俄乌战争
另外呢，这个乌克兰的军事情报局局长说，可能今年呢，2025年可能就会停火，但是呢，会停多久不知道。也许永久停火，也许停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打起来了啊。那现在呢，这个欧洲很担心，所以呢，英国这个首相、法国总统下礼拜都要去访问美国，看川普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真的还假的哈。那另外呢，这个马克宏也说，如果川普对俄国这个放松了，他现在希望强硬了。如果俄国放松了，川普对俄国放松，中国呢就觉得他们是有权利入侵台湾。俄罗斯既然能够打乌克兰，为什么中国不能打台湾呢？那马克宏呢现在邀集了19个国家，这19个国家呢都是原来跟美国很好的19个国，说要另外组织一个跟欧盟不一样的一个机构。就觉得欧盟没有用了，所以马克宏觉得法国趁此机会能够这个强起来，能够这个领袖群伦，有这样的味道。来，玉芳兄，我先讲川普实在是没有资格骂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这两个放在国际社会比较像独裁者的其实是川普本人而且这个就像那个他到德国，这个副总统凡斯到这个去看的。到德国参加这个慕尼黑的欧洲安全会议，上面讲说你们欧洲人、你们西欧这些国家没有重视言论的自由。那个现在要当那个下一届的德国总理，那个叫 Merz 吧，他出来讲一句话，他说美联社只是拒绝把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你们就不让人家的记者进入白宫听新闻简报、参加记者会，对不对啊？谁是反民主啊？那讲这个川普他骂他独裁者，我为什么说没有道理的原因？他支持只有4%，他的支持度是57%最新的民调里面，这个泽连斯基的支持度是57%。第二个，为什么没有选举？因为是在战争的期间，因为有戒严法的原因，所以5年1次选举的总统选举被迫停止下来。这是乌克兰的法律的规定，不是泽连斯基自己要搞的。事实上，他也讲过说，如果再选，他也不会选。而且呢，有2023年底的有一项民调，有81%的乌克兰人反对在战争期间举行总统大选。所以你怎么会骂他是独裁者呢？第二点，如果说他不够聪明，他很顽强，还要继续要战争，他说俄国人只用了20%、30%的力量打你。而且你这么土地被人家占了，你再打下去你会灭国。那我要讲一件事，你们西方这些国家，特别美国，你没有责任吗？乌克兰是被侵略，而一切的源头要开始讲起，是要讲到2019年的布达佩斯这个安全再保证那个备忘录。那备忘录里面是5个安全理事会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分别跟乌克兰还有这个白俄罗斯。还有哈萨克签署了一个协议，说你们把核子武器交出来，然后我们保护你们，就是说我们就不会对你行使任何的武力。这里面其实讲的就是俄国嘛，我不会用武力对付你，不会威胁对你用武力。好了，他们把核子武器交出来，当时很多人是反对乌克兰把所有核子武器交出来，他说你洲际弹道飞弹交出来不要紧，反正你也不要打那么远，战术性的导弹。100公里到500公里，你就留下几枚就够了嘛。如果留下来，俄国绝对不敢，后来就侵略这个乌克兰嘛。结果你们把人家骗出来了，然后你还讲说好像你自己要打的这个仗，我们美国没有支持你一样。你知道吗？2014年就是克里米亚占领克里米亚的前8年，2006年，美国跟北约的其他的国家10几个国家，每一年在乌克兰举行演习，同时验收他的部队。美国当时就开始用武器援助乌克兰，然后帮助他训练部队。我跟你讲，2018年、2019年美国总统是谁？不是你川普吗？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这个演习？你们让乌克兰的感觉就是说，你们西方国家，特别你这大国，你们会保护我们，然后你们现在就在帮我训练这些部队，所以呢，应该你们会坚决支持我们。接着讲到这个拜登，你拜登的时候，他的武器每一年要援助乌克兰，请问你谁通过的？
美国的国会通过的，美国国会的议员，请问你都是民主党的，没有你共和党的吗？所以你讲这样的话，其实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已经这么惨了，而且这个战争其实乌克兰没有打得很差，其实俄国没有打得这么好。我只举2个例子就好。第一个，你的克尔斯克，乌克兰军队打到你俄国土地上，占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大概还有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你俄国出动大军要把它收复回来，还把北韩军队也派去要把它收复回来，你收复回来没有？你到现在为止收复回来没有？你告诉我，就是没有收复回来。第二个，你想打了一个叫做冯娟城，台湾很多民主在我旁边就在讲说，马上打下来，马上打下来。我提醒你们，是2023年的8月8号开始打的，打下来没有？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打下来没有？没有打下来不要紧，还在大概前2、3天，这个红毛城左边俄军本来占领的土地，又被乌克兰给夺回来。乌克兰的飞机、无人机都打到莫斯科去了，攻击了他们的大厦了，打到他的炼油厂、他的机场，很多地方都被乌克兰给攻击了。俄军其实打得精疲力竭，死的人也比乌克兰多很多。你美国这个时候要弹劾乌克兰，其实占有很不错的一个地位，你现在拿刀子一直戳他，所以你会亡国，你打不下去，我不可能再援助你。而且最不应该的一件事，我要讲了，川普，你说乌克兰欠你几千亿，你告诉我怎么欠的？那通过了你美国援助乌克兰，是你们美国国会通过，总统也签了字，怎么叫做他欠你钱？这里面有些应该是有贷款的那种性质啊，再怎么扣也没有几千亿嘛，你讲给我听嘛。趁这个机会要夺人家的稀土，要夺人家的港口这些等等，我请问你，这是个道义吗？美国什么时候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趁人之危了？不，美国从头到尾这么多年来，他什么时候真的有道义过？你自己留美你也知道，我在美国公司做事，老美都是看短线的了。一个公司的 CEO 做得好，哇，立刻这个奖赏你奖金；做不好，赶快就 fire 掉。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不是只对你乌克兰，他对所有人都是没有耐性的。哦，开始的时候一鼓作气，很有热情，拖久了他就没兴趣了。连在乌克兰也是，乌克兰原来支持泽伦斯基是90几%的民调，现在掉到50几%，也掉了40%。乌克兰人也不想再继续打这个仗。另外重要的是，你这个仗打得赢打不赢嘛？如果打得赢就继续打，如果打不赢赶快哦，就律师一样嘛，打得赢我就告死你，打不赢赶快和解，一定是这样。那你还继续撑到什么时候呢？所以问题在这边，就是说，你明明几年以前那个德国总理就告诉你梅克，就是你不能加入北约，你就听美国怂恿啊。哦，美国是使用者，意思叫你加，哦，然后呢，你如果是俄罗斯，你当然不会容忍嘛。当年古巴危机的时候，美国甘乃迪能够容忍俄罗斯的飞弹在古巴，也不能容忍嘛。所以结果一定是这样，他们就非要继续干。然后当时泽伦斯基多风光啊，到任何国家去，大家都把他当成英雄。这些国家的领袖都要跑到乌克兰跟泽伦斯基照个相。乌克兰到这个泽伦斯基到美国国会演讲，哇，立刻捐款就来了。而今安在哉？今天变成什么样？我觉得台湾要汲取这个教训了。你要靠你自己啊，你不能靠个美国，你是很危险的。我只要特别的警告，不要以为美国今天讲你一句话就高兴的要死哦，都不要高兴。很多事情哦，都自己要站稳自己的脚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说呢，习近平会来美国访问，哦，电话都还没通哦，会来访问，反正川普就爱怎么讲就随便讲了啊，僵了嘛，你也不要僵，就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嘛，而且跟美国会达成新的协议，我们有新的协议啊，那什么协议呢？贸易协议啊，所以呢已经有眉头了啊。纽约时报就是说，川普想跟习近平直接谈，不要透过中间人。不要透过什么大使啊什么，我们2个直接谈，而且要促成更广泛的美中新协议。所以台湾对川普来讲像是一个筹码，我用台湾来威胁你啊！你要我对台湾好，对台湾不好啊？你要我表达什么态度啊？那你就要什么地方就要让步啊？哦，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去出席一个论坛，就重申我们军费会达到3%，川普你放心，不要你来付钱，我们自己付钱，我们有钱，而且呢，我们不能做成红色供应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赖清德有3个呼吁啊，说呢这个民主阵营要团结，
然后呢，我们要打非红供应令，最近不知道谁给他出主意了，就我们是非红供应令，川普才不在乎你的。然后你要知道川普在乎什么，你就投其所好嘛，要不然你就不在乎他。对干就对干，要不然就是要投其所好。你讲了个半天，不是他重视的嘛？让我们团结展现和平的、重现和平的曙光，这是什么？这川普会在乎这个东西？赖清德说呢，台湾要跟民主国家一起啊。那另外呢，大陆的学者说，中美关系啊有10大机遇啊，包括呢国际合作啊，包括中美共治啊，包括中欧融冰啊，东南亚共同体，反正就他认为是有10大机遇了哈。那学者也担心台湾变棋子化，而且越来越明显啊，因为川普到现在为止对台湾态度也没讲清楚，我故意讲的模模糊糊的，说我不告诉你们啊，这样我才有筹码哦。所以包括伦敦的经济学人都说，今天的乌克兰会不会是明天的台湾？会不会变成这样子？他很担心。我们看一下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s still ongo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cluding China, Russia, North Korea, and Iran,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China is hurting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Let's create long-range global supply chains. Taiwan will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We will not seek conflict. Rather, we are willing to enhance in dialogue with China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parity and dignity, and work towar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好，乃金怎么看？当这赖清德还有我们的政府呢，听到川普呢翻脸哈，然后说，泽伦斯基呢才是挑起俄乌战争啊，是他挑起的，他们不会觉得毛骨悚然吗？就说今天呢这整场的战争，虽然原因是的确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引起了俄罗斯的焦虑，因为你已经踩到他的红线，但是它实际上真正造成的原因是俄罗斯是入侵了乌克兰啊，你怎么会把所有的责任呢都怪在乌克兰的头上？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然后又在不断的消息传出来说，川普呢最想要去达成大交易和接触的对象是习近平的时候，哪一天如果说习近平准备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行动，不管是用军事上的，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大强度的这种谈判的压力逼台湾上谈判桌，如果是在川普任内的话，川普一定觉得这一切都是台湾你自己造成的嘛。你台湾在那边一天到晚你又不放弃台独，然后要加入联合国，要这个要那个，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跟赖清德应该要好好的警惕才对，要好好的去研商策略，而不是讲那些空话。你今天提出来的GDP 国防 GDP 占到 GDP 3%啊，国防预算，还有什么民主供应链，这些都不是川普所关切的啊。你今天的国防预算占到我们的 GDP 3%，甚至于5%。他跟他在半导体这个晶片的这个部分，他要科加关税，他要强取豪夺台积电的这个技术，他各走各的啊，他两边他都要啊，他没有要做选择啊，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对于川普来说，我始终都认为啊，川普呢，他不会像是拜登政府的任期，对于中国呢，采取这种好像是如同寇仇般的这种激烈竞争的态势，不会的，因为呢，川普呢，真的是打从心里面呢，他对于习近平他是有非常高的评价的啊，他从过去呢，习近平第一次到海湖庄园啊，两个人在他的那个大大的这个庭园里面散步，然后习近平在那边跟他讲这个朝鲜跟中国之间的历史，他后来他是非常的接受习近平的诠释的啊，然后后来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他也跟去随行访问的这个记者说，哦，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哈，但是呢，我们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呢有很多利益上面之间有互相冲突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站在彼此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当然都会要有所要去协调的地方嘛啊，习近平呢，他总是要争取他们国家最大的利益，但是这个你看，川普是一个多么的为习近平的角色来去设想的一个人。
你看他对于普丁也是啊。他打心里面呢是崇拜这些强者的啊，不管是在权力上面的这个强者，还有在跟他谈判姿态上面展现出来的强者，那这些人多厉害啊！这个普丁呢，当了总理当总统，当了总统当总理，然后又修宪，然后可以继续当，然后呢然后这个习近平呢也可以这个修改宪法，然后到不受这个任期的影响，现在当这个第3任，这川普是打从心眼里面期待能够像他们这样子那么的有力量的，你知道吗？他当然也想做啊。他昨天有讲，知道吗？就是他那个没有，他昨天你们都没有仔细听他的话。他说我还想多干几年。哦，真的、啊。他说不过呢，算来算去哈，很麻烦。我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对，表示心里是有这样想的。对，所以说他其实他最要跟中国达成的就是一个大交易。然后这个大交易呢，只要呢中国能够满足川普的期待，让这个川普呢在国内有交代，其他台湾问题对他来讲根本不重要。而且他现在呢正准备搭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他要把普丁。要把习近平呢，3个人对抓起来哦，我们要一起来谈什么呢？谈裁减军武，对，裁减核武哈，一个这么大的议题呢，就可以去转移不管是欧洲或者是国内，美国国内对他的批评说，你怎么可以转向呢？你怎么可以对这个中国让步呢？你怎么可以对俄罗斯让步呢？我这个可是对全世界有巨大的贡献。他搞不好还觉得我们中美俄3国如果达成裁减这个核武的话，我们还3个人可以共同领诺贝尔和平奖真的啊，我觉得川普就是这样想的、啊。他有在想要继续干，不是说我当这4年就算了，而且他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会帮他提案啦，对呀，就说只要是那个任期不连续的话，他可以继续做啊。看出来这个川普大概快2个月以来，大概就是跟强者打交道了。他的内心尊敬强者，他的内心认为说，我的对手是强者，不是弱者。那弱者呢，只是被强者相互去安排，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鱼肉。你说连欧洲这些什么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他过去的这个美国传统盟友，他要去跟这些泽伦斯基这些跟这个俄罗斯谈的时候，他也不召会你们啊，他连谈什么内容都不让这些法国、英国这个先知道，所以英国很尴尬，英国只能说，我想办法作为这个美国跟欧陆之间的一个桥梁。让大家增进了解。那过去什么事情是很多事情，英国第一个时间分享情报的，但现在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欧洲的这些传统的英法德啊这些，其实真的很慌张，就是到底跟美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大西洋两岸这种北约，甚至以后北约，假设以后他真的跟中国、俄罗斯还有这个裁减军武的谈成了，他们说川普说裁一半，3方都要裁一半，那当然一半不可能的目标很高。但是呢，中国说，那你先拿出来，你先去裁看。但问题 ，anyway， 他说他提出一个构想，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就要做一个全球性的裁减会议。那欧洲这个角色在哪里？没有啊，欧洲是没有角色的。所以这些中等强权的区域国家，其实他都很担心，以后就是被这个几个全球的大头强权来决定全球的这个秩序了。好了，那他要跟中国大陆达成所谓广泛的协议。广泛协议听起来不只是经贸，恐怕是包含这军事的、政治的相关的谅解协议。那这个协议里面，如果谈到有关两岸的问题、台海的问题，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可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我不觉得民进党政府有任何的准备啊！所有的开会出来都是空话，开了2个礼拜前开国安会议出来呢，依然是空话。所以我不知道民进党政府对于外界的形势是不是还停留在蔡英文时代，就是反正无条件的支持台湾。所以当美中关系变了之后，开始进行高强度而且高密度的对话的时候，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对话在哪里？我们现在连小两会都不开，人家邀来一个踩线团都不给他踩，你还是要跟人家进行这个对话，根本就讲空话。到时候川普讲就是你们可以谈的，就像讲责任事情，你3年前就可以和谈，你说不谈，台湾可以和谈，你就不谈呢？为什么不谈呢？因为我们美国把你出卖又怎样呢？美国国防部长已经讲，他每年要新的国防砍掉8%的国防预算，所以他砍8%呢，这他们给他算几年以后呢，国防预算只剩下1半，他真的要砍，就人也要砍，国税局人要砍。雷根时候就讲过嘛，这其实共和党一向的主张就是小政府啦。雷根就讲过，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本身，记得吗？雷根的名言，政府你们说政府很不有政府的问题，就是政府我们自己嘛。所以共和党本来就是小政府。所以川普并没有违反共和党的这个他的原则了哈。那另外就是，就算这个川普4年后不能选了，
他的副总统可能出来选了，因为他可能指定其他人了，因为民主党现在没人嘛。你看那个民主党，川普不干，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一个人来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人啊。哦，民主党是在地方选举不错了，但到了中央选举，你要谈到国际，谈到整个政策的时候，目前也看不出民主党人了。所以川普的人，你不要以为他4年后就不干了，他的人可能继续贯彻他的这些想法。休息一下再回来。你休息回来。